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41.52， 收盘价是 238.25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43.99， 最低价是在 235.92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9987.91 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些信息呢，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向上突破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开盘股价即向上，上方是在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出现了下行。然后下方呢是在236附近遇到了支撑，那之后呢，股价在盘中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，出现了回档的走势，那也就是生成了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。但是呢，当日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虽然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，但是依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当日股价在高位是有获利出场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是有空头力量进入的。那在这个位置呢，抱有大的量，说明当日是有大量的换手。那日后股价上涨的条件呢，就是要站上这根小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4。那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，才能说明在这个位置叫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否则呢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而言的。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，这根小红 K 线和9月19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，两根 K 线构成了一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。那么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，如果处在股价上行的高位，那它将是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。那这个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244和它们的最低，也就是232，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那也就是日后股价呢，如果能够站上244，那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。但是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它们的最低，也就是232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回档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9月2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210。在到达210，目前有几个关键的标志位，一个是232，还有223，再有一个就是217。那这三个标志位它们将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走势，这三个点呢将是股价的强支撑。
那强支撑呢，就是在遇到这个位置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甚至是反转向上的走势。当然，如果在回档的过程当中跌破了这3个标志位呢，那么也将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210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3。203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目前走势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呢，这条下行趋势线目前看可以是成为支撑。好，那么继续向下呢，第3个目标就是182。如果182被跌破呢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是256，在到达256之前，目前上方的这个缺口实际上也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244，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目标呢是271，如果271被站上，将会再次出现头高，那股价呢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然后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00关口，也就是在2023年7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我们会看到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。当然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正好是300关口，那么它将是强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说明。我们再来看9月2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绿 K 的最高，在244附近。那在9月20日盘中，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我们说才会有进一步的上行，否则会出现下行收低。对，那实际在9月20日盘中，股价一直是在前高的下方运行，最后是出现了回档的走势。那到了9月23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40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到240。240呢，它正好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小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如果股价在盘中是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开盘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，如果股价上行到这个位置而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，也就是继续出现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40的原因。那以上呢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，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9月16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。那当周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面这根9月2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当然也站上了前一周这根 K 线最高。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量增，那 KD 值呢，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而且是开口增大。那从 MACD 角度数据来看呢，也是向上的指标。那收盘价站上前高，并且带有增量，
那将预示着股价日后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对，那么继续上行的走势呢，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呢，一个是9月16日当周这根 K 线最高是244，还有一个位置呢是7月22日当周的这根 K 线最高256。实际上，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在日 K 线图解读的是第一个目标和它的压力位。那么股价这一波上行的目标就是271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对周 K 线图的预测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走势的预测。我们在之前对9月16日当周的预测说，股价呢当周我们的观察位是在223，是前一周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，那同时也是在5均值附近。那如果在9月16日当周股价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收盘价会在240附近。实际我们也会看到，在当周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的上方运行，而且收盘价是收在了240附近。那当周我们给的下跌的目标呢是205。好，那么到了9月23日当周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认为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将会收在255附近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到255。如果出现继续回档呢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1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29。229呢，229呢是前一周前一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下沿。对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刚刚从日 K 线图来看出现了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。那如果股价继续回档呢，如果在229这个位置能够遇到支撑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当周是在229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回档，甚至是出现一根大幅下跌的一根 K 线。那同时呢，229也是对于周 K 线图当中的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也在它的附近，所以在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29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9月19日收盘价244附近，10%加仓。那这25%的仓位，它的成本价是在234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股价在9月20日收盘价是在238.25，股价是出现了回档，但是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23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呢，虽然出现回档，并没有到达我们的止损位。同时呢，我们还给了一个在这根 K 线初次建仓的这个仓位的止损位是在232。那么股价呢没有跌破这个位置，所以目前这两个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到了9月20日收盘价在238.25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变盘的信号。那么
对于这个仓位到了9月23日，我们说目前的股价现在是高于成本价的，所以随时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给出的是止损位，到了9月23日守止损，我们要守232。如果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，可以守223。这是我们对25%的多头仓位来说的。那如果在9月19日刚刚5%进场抢反弹，那么止损位依然是在23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当然获利的目标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等待股价出现新高之后继续加仓做多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44，一直到256。那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呢，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232和下方的21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23日的压力位和支撑位，包括后续的走势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压力位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44到245，是上方的这个缺口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50，第三个压力位25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65。250啊，我们取的是一个整数关口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压力位。好，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35到236之间，它也是这根小红 K 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32附近，它也是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重要的标志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呢，是在223附近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它也正好在这个重要的标志位置。然后第四个支撑是217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或者说我们预测这个可能它是一个并列的，也就是它取决于开盘之后股价的走势。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如果是上行，那么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7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最高会到达249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出现这样我们把它称作叫上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7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24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33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。出现这样继续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